之前的金刚级、爱宕级驱逐舰一样，摩耶级大量采用了美国技术和设备。首先呢，从舰体外形来看，摩耶级就跟美国的伯克级很像两兄弟。这是因为日本最早建造的金刚级就是以伯克级驱逐舰为蓝本，而爱宕级和摩耶级呢，则是在金刚级的基础上升级改造而来。摩耶级舰长170米，舰宽21米，满载排水量达到10250吨，可以在海上作战体系中充当多面手。既可以进行防空反导，又可以反潜。其最核心的武器系统呢，是从美国引进的 Mk41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在主舰炮后部和机库上方分别布置了64单元和32单元的2套 Mk41，能够发射标准2、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标准3反导拦截弹以及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等。其中标准2、标准6和阿斯洛克导弹均由美国制造，直接从美国购买而来。而标准3的 Block 1A 型也是如此，只有 Block 2A 型是美日两国在 Block 1A 基础上共同开发的。也就是说，摩耶级的武器系统、发射装置和弹都是美国的，日本呢就跟玩乐高一样，买过来再装上去。摩耶级作为日本最新型的宙斯盾舰，最大的升级其实是在软件方面。同样是美国货，摩耶级装备的相控阵雷达呢是 AN/SPY-1D， 与 SPY-1 系列之前的型号相比，不但对远海目标的探测能力更强，而且加强了探测跟踪弹道导弹和掠海飞行的巡航导弹的能力，并且呢具有良好的抗干扰性能。那么除了眼睛强化了之外呢，摩耶级的大脑也换了，将宙斯盾系统的版本升级到了基线 9C， 使信息处理能力、多目标对抗能力和综合作战调度能力大幅的提升。此外，摩耶级驱逐舰还引进了美国研发的新型综合防空火控系统和协同交战能力系统，成为日本海自第一种具备协同交战能力的水面舰艇。其最核心的内容呢，就是信息共享。通常来说，由于地球曲率的影响，即便雷达的功率和性能再强大，也无法探测到地平线另一侧的目标。而在安装 CEC 系统后，日本海自不仅可以与美国舰艇和预警器信息共享，还能够在打击空中目标的时候选择处于最佳位置的军舰发射导弹，拓展了军舰攻击距离，显著提升了战场的生存力，实现隔山打牛的效果。按照日本的构想，下一步会将 F-35战机和 E-2D 预警机作为协同作战能力系统的传感器节点，融入防空反导作战体系。E-2D 前出在空中进行预警探测，并将来袭目标信息回传给宙斯盾舰。在宙斯盾舰发射拦截弹后， F-35战机和其他友舰则接手引导拦截来袭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海军还可以通过 CEC 系统直接指挥日本的摩耶级驱逐舰，使其彻底融入美海军的一体化作战体系中。可见，美国助力日本打造海上宙斯盾力量，实际上早已将日本海上力量视为自己的打手。既然日本愿意花钱为自己服务，美国又何乐而不为呢？